姑娘是宁国公府长房的6小姐，排行第9。我死后，姑娘必须进京，只有拿回自己的身份，才会有好姻缘。前一秒，我还在和丧尸皇同归于尽，后一秒，我竟到了这里。油尽灯枯，这人快不行了。你说清楚，我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姑奶奶嫁入宁国公府10年，只生下5位姑娘。亲家太太不满，想给姑爷纳妾，太太经不住姑奶奶苦求，亲自调换了2个孩子。镇国公府的4舍个成了宁国公府嫡长孙，姑娘你则成了镇国公府长房的大姑娘。既然我成了镇国公府的姑娘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姑奶奶曾向大奶奶承诺，将来的宁国公府由4哥继承，再把姑娘娶回宁国公府。大奶奶既贪宁国公爵位，又恨姑奶奶知她母子分离，更不愿自己的亲生儿子娶小姑子的女儿。姑娘6个月时，她借回娘家的机会，抱来亲妹妹所生之女顶替姑娘，又命我把姑娘抱到外地，悄悄溺死埋了。亲生的不要，假的顶上，还要杀真货灭口，这家人够毒。我虽是大奶奶的陪房，可姑爷曾救过我全家，我实在不忍姑娘殒命，便抱着姑娘逃离京城。本想等姑娘再大些，就带姑娘回去找姑爷说明身份，可我快不行了。成功了，异能竟然也跟着我来了。柜子里有我留下的所有证据，姑娘长得和姑爷极像，尽管进京寻亲，莫要耽搁。好，去不去，等我弄清楚状况再说。我可不习惯把命交给别人。我没有回去复命，大奶奶定不会饶了我家人。若他们还活着，求姑娘看顾一二。我丈夫叫陈瑞，儿子叫虎头。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姑娘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是？我就是你这具身体的主人，谢珊珊。我用毕生功德祈求来生与他做母女。阎王爷说我功德不够，若我将皮囊赠你，便能得你3分功德，转世到一个男女平等的太平盛世。同意？末世，我早就待够了，能离开那里，我求之不得。谢谢你，我走了，愿你此生安乐，长命百岁。原来如此，他前世回到宁国公府后，过得太苦，苦到连重来一次都不愿意。证据倒是齐全，赵嬷嬷为了他，真是把能做的都做了。赵嬷嬷带他船行千里，在姑苏落户，对外说主家落魄，他带小主子逃亡至此。平日卖针线度日，却还按公侯之家规矩教他读书、琴棋书画。难怪你宁愿来生和他做母女，也不愿再回那座公府。等等，我的空间，异能在，空间也在，很好。宁国公府真千金，京城寻亲不急，先看看这个世界够不够我横行无忌。空间还在，可惜还是那个鸡肋空间，长3米，宽3米，3米。不能进人，没有良田灵泉，也不能保鲜。在末世，只能当个行李箱。不过，我这个行李箱里有金子。末世里，别人抢食物、水、药品、武器，我遇见黄金白银，也顺手收了些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便宜我了。宁国公府真千金急着进京认亲，不必，这些金银够我花到地老天荒，分了我的功德。希望你们娘儿俩来生投个好胎。重要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手里最稳妥。原主和赵嬷嬷常用这药膏遮掩容貌，初来乍到，低调些，总没坏处。谢姐姐，今儿吃什么？一碗素面。好嘞。
想大吃大喝，但这具身体胃口小，不能急。赵嬷嬷刚走，先不喝酒吃肉，也算尽一份心。青儿，我和我家嬷嬷在此地无亲无故，如今嬷嬷去世，办理丧事该找什么人帮忙？赵嬷嬷了，棺材铺子有人吹拉弹唱、哭丧送殡，他们都干。多谢。停灵3日，7日发丧。官就暂记姑苏城最大的义庄。姑娘放心，诸事都能办妥，总共3吊钱。赵嬷嬷养了原主一场，她该有的体面不能少。这身体太弱，好在异能能滋养改造，武艺也能重新捡起来。没有污染的粮食真香，封建社会再吃人也比末世强。有山有水有正常食物，适合养老。信京入府，哪有浪荡江湖快活？心动不如行动。金子太显眼，日常花用还是碎银铜钱方便。13两银子，马鞍、脚蹬、蹄铁另算。要了。女子独行，总有不便，换身男装省事。2把腰刀，2把短戟。上腰刀一吊700文，次一等300文。要上腰刀。上等匕首300文一把，成会4吊钱。那刀呢？西域来的边铁雪花刀，足银4两一把。要2把。上等弓，连弓弦650文，羽箭单支19文。姑娘要多少？2把弓，100支羽箭。客官爽快，该收15两2钱，您给15两7分50足银，找您545文。这银子成色好，我再送您牛皮弓带和箭囊，还请出示户籍文书，登记在册。金银虽多，出门在外，铜钱也少不得。去往何处？做什么？京城探亲。从今日起，天高地阔，我谢珊珊想去哪儿便去哪儿。开门！喂，知道这家人去哪儿了吗？出远门了。出远门？说是遵从赵嬷嬷的遗言，前往京城寻亲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不晓得。一半人留下，其余人去打听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找谢姑娘做什么？我们从京城来，这家姑娘在京城的长辈派我们接她进京，好阖家团聚。若真子大屋人家接姑娘，怎会自派一群暖佞，连个丫鬟仆妇都没有？门前自有马，没有马车，个个凶神恶煞，哪里像接亲人的？赵嬷嬷是好人，谢姑娘一个孤女，可不能落到这些人手里。你们来迟了，谢姑娘已经走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谢姑娘走的水路，你们现在追去码头，也许还能追上。走水路，一半人去码头，一半人留下，继续打听消息。谢姑娘若还没走，得赶紧提醒她，这些人不像善茬儿。真没用，甜，没有污染的时空，真好。空气清新，吃的东西也都像人间天堂。方圆2、3里内没有第二个人。古人出行，铺盖是必备之物，入乡随俗才不惹眼。
走了，小黑。客官是住店还是打尖？后院马厩里有上好的草料与清水可以喂马。房费多少？我们客栈没有大通铺，下等房30卫浴一人，10人一间；中等房200元一间，2人一间；上等房500，单人单间，热水器备。要一间上房。有客到，上房一间。请客官出示路引。姑娘前往京城，该往北去，怎么往东南来了？我不大分得清东南西北，竟然走错道了吗？走反了。店里有什么吃的？鲫鱼肉蛋应有尽有，客官想点什么，我叫厨下给您做。先来一大碗卤烧蹄面、老鹅汤、白烧羊肉、清蒸白水鱼。有客到，中等房一间。我有一名书童清风为伴，请老板娘登记一下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好一个绝世假公子。我有一名书童清风为伴，请老板娘登记一下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！裴君，公子是宋江府的裴君，进京赶考。裴举是谁？就是咱们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公啊，当时才15岁，全省第一。不仅如此，还是小3元。裴老爷自幼便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不到10岁便熟读4书5经。若不是参加完乡试后大病一场，无法进京，第2年的春闱必定连中6元。才疏学浅，令各位见笑了。不，裴老爷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。请裴老爷入住上房。多谢老板娘厚意，我们主仆2人住一间中等房。请裴老爷入住上房。多谢老板娘厚意，我们主仆2人住一间中等房。裴老爷果然仁厚，待身边人也这般体面。既如此，给您安排中等房。1碗阳春面，5斤白米饭，再来1碗火腿炖肘子，1盘只用油盐炒的椒笋。哎，小的这就去。今天的汤汁特别鲜美，面条也特别劲道爽滑。不去松江府看海了，转到进京。秋水为眸，寒玉作骨，妖孽啊！真想打一座江山送给他，以博其一笑。老爷，房间订好了吗？我先把铺盖送上去。裴老爷是弟子36号。清风，放下行李就下来吃饭。哎，裴君如此俊美，带的书童竟是5大3粗。老爷得跟这位姑娘学些吃饭的本事，唯有吃得多，才能养得身体越来越好。说的没错，裴公子吃的太少了，1碗面都不够我塞牙缝。天生脾胃削弱，若吃的太多反而不美。老爷说的是，我家老爷样样都好，貌若潘安，才高8斗，就是身体不争气。这位小哥尽管用，小店自会帮忙。既然他有如此才华，那么就不会籍籍无名。原主那寒门出身的丈夫袁绍康也是金陵等士，与裴居乡试同榜皆科，将于明年春温崭露头角，高中2甲第9名。和原主情投意合那几年，袁绍康曾多次提过裴居，
裴居没有参加明年的春晚，而是命丧赶考途中。至于裴居是怎么死的，袁绍昌倒是没说。这样的美人，英年早逝岂不可惜？裴公子，我初次出门，不辨东西南北，本打算进京寻亲，谁知竟走错方向来到这里，正打算明日折返，不知是否能与公子同行？裴公子，我初次出门，不辨东西南北，本打算进京寻亲，谁知竟走错方向来到这里，正打算明日折返，不知是否能与公子同行？男女有别，岂能同行？老板娘可以证明我的目的是京城。我作证，谢姑娘原籍姑苏，确是前往京城寻亲，录影上写的一清二楚，还是衙门今儿出具的。与理不合。既如此，那便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同行不许，远远跟着，总没人管得着。老爷，那位谢姑娘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，接下来咱们得小心，没入了土匪的圈套。从姑苏起，白天走官道，傍晚入住驿站，夜间不宿山野。正该如此。居然把我当成女土匪了，不愧是古人。我前世和原主一样活到32，可每日活在丧尸吧中，无暇谈情说爱，对裴君的喜欢也无关风月。长得好看，谁不想多看两眼？末世来临前的那些大明星都没他风姿卓越。小黑，自己吃草去。鱼儿倒是肥硕。老爷，果然是个女土匪。出门在外也得吃得干净。这刀法，裴公子能否借火一用，以鲅鱼和烤肉为酬？请便。先腌一腌。若有鸡汤就好了，配上鲜笋片和玉熏，才叫正宗。出门在外，有什么吃什么。谢姑娘，请。多谢。谢姑娘莫要再跟着我们，可好？不好。何故？早说过我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欲与君同行，君却不允，只好偷偷跟在你们后面，免得再次走错方向。谢姑娘为何一人出门？家里没有其他人陪同吗？我与京城中的家人离散多年，从未谋面，由老嬷嬷抚养长大。如今嬷嬷驾鹤西归，临终前嘱我务必进京找寻家人，否则她在九泉之下不得瞑目。偏生我没了嬷嬷，就好似没头的苍蝇，找不到目的。姑娘可以乘船北上，或者雇镖师护送，都胜过独自上路。我晕船，更怕被镖师拐到外地卖了。我们老爷也晕船。若镖师敢卖雇主，除非他们镖局不打算干了。不愧是解元公，洞悉世事。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风，实在惭愧。裴公子风华正茂，你为什么喊他老爷？我听别的小厮都是叫年轻主子为少爷。我们老爷是举人，自然该叫老爷。
那不是外人对举人的尊称吗？族里都这么称呼。清风，把药端过来。时候未到，老爷且等等。这药不怎么管用，老爷吃了7天，见效甚微。进了姑苏城，不如再请个高明的大夫瞧瞧。每年春分秋分必犯此症，那年在金陵请大夫开的药也差不多。男版林妹妹。老爷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准备出发。小娘子好不懂规矩，朝廷的驿站岂能随意入住？他们怎么能进？举人老爷自然能住。你们这里是驿站，不是客栈。驿站掌管朝廷公文传递、军需运输和官员接待等职务。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便是官员家眷也不得滥用驿站。不住就不住，我回家住一宿。北疆进京得提前置办冬衣，姑苏的棉衣到了京城未必够用，原主旧衣我也不想穿。掌柜的，把你们铺子里最好的男女皮薄、皮斗篷拿出来。我拿得出，怕姑娘您穿不得。何意？本朝上火德自高宗起颁下规定，庶民妻女不得穿大红、鸦青和黄色，禁穿锦绣绫罗，禁戴珠宝玉翠。庶民可穿绸纱绢布配金银，商贾只许穿绢布配银，譬如小人。另外3品官员以下不得穿貂皮，举人以下不得穿狐皮，庶民穿鼠皮、羊皮，商贾同上，否则以僭越之罪。披在裴举身上，一定好看。此裘价值1000金，整个姑苏城只此一件，举人以上才能穿。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宫，配不配？裴举裴解元吗？没错。听闻裴解元有天人之姿，胡白裘穿在裴解元身上，必定相得益彰。解元宫已具备选官之姿，除海龙皮、玄狐、紫貂外，所有皮货都穿得。姑娘尽管挑选。如此说来，我若想穿锦绣绫罗，戴珠宝玉翠，吃山珍海味，非得回宁国公府不可了。高宗是什么王八蛋投胎？不仅推翻太祖制度，还大搞对立。这件胡白裘先取下来。这件胡白裘要了，再把适合冬日北上的皮袍、皮袄、皮褂、皮裙、皮靴都拿来我看看。姑娘稍后。姑娘好眼光，这件用的是整张狐狸皮，价格虽远低于胡白裘，却也是上等货。一并包起来。总共1625两银子，胡白裘独占1000之巨，小店不收银票宝钞。金子，这么大一块，快去钱庄借大银剪子。11两3钱碎金，剩下这半块金砖还给姑娘。每回收取的金银都要检验一遍吗？自然，若是有人掺假或者成色不足，既如此，帮我把另外半块也剪了。小事，姑娘稍后。多谢姑娘惠顾，赠姑娘一个解皮袋，出门时装荷包、金银脂粉等零碎玩意儿。多谢。珊姐儿，你千万别回家。星宇，昨儿你出门后，忽然来了10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，说是你京城的亲戚派他们来接你进京。大家伙瞧着不像，都说你出远门寻亲了。他们不信，就进驻在客栈里，到处打听你的消息。你可别自投罗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走错路了，回来住一晚再出门。他们还说了什么？不晓得，他们并没有细说。原主抵达京城是3个月后的事情，怎会有人提前找过来？还精准找到原主的住处，我去会会他们。你没听明白吗？他们不是好人。放心，我不怕他们。嬷嬷在世时曾花重金请高人私下教我武艺，因是女儿身，所以没有对外宣扬。
珊姐儿，别回去，家门口有人盯着，说是你京城亲戚派来的，可看着不像好人。赵嬷嬷刚走，他们就来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多谢诸位，我心里有数。去报信了。姑娘，我叫马三，是宁国公府的下人。赵嬷嬷临终前应该跟姑娘说过姑娘的身世，大老爷月前才知道真相，特地派我们快马加鞭的赶过来接姑娘回京团聚。你说你来接本小姐进京？正是。呸！有你这样来接本小姐的吗？华丽的马车呢？伺候本小姐的丫鬟仆妇呢？本小姐是宁国公府的千金，进京前你们不该给本小姐置办几身金钗玉线锦衣华服吗？什么都没有，空口白牙一说，骗鬼呢！姑娘说的对，是小人事情办得不妥当，这就亲自给姑娘购置衣饰。实在是府里的丫鬟仆妇出行不便，沿途盗匪风起，故只派了。等你们买来让我满意的行李再说说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守着门，我去购置马车衣饰。谢姐姐，你真要跟他们进京吗？为何不进京？我确是宁国公府的千金，而他们正是宁国公府派来接我的下人，别人可不知我的身世。你是宁国公府的小姐？那可是一等一的达官显贵。珊姐儿，你没说笑。我姓谢，将来谢家一定会派人来调查我和赵嬷嬷的生活环境。离开在即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头面衣服铺盖皆已置下，仓促间买不到能用的丫鬟仆妇，请姑娘更衣后先行上车出发。等到了京城，大老爷必定按照规矩给姑娘配备丫鬟婆子，不叫姑娘受委屈。等着。这个要了，那个也要了。掌柜的，胡白球拿出来。姑娘来的不巧，小店没有胡白球，只有整张上等白狐批做的大氅、斗篷和披风，面料都是装缎、绸缎。那就买件大氅，盛会300两纹银。姑娘，这才9月，哪里穿得到大毛？莫若等回了京，由府里给您做。咱们府里针线比外。赵嬷嬷说，越往北越冷，再买件貂鼠耳和银鼠皮裙。上等貂鼠耳60两，银鼠皮裙22两，盛会382。值钱。我手里的银子所剩无几，不能再拖了。明日出城100里后就动手。人杀了，剩下的钱呢？少不了你们的。一个小姑娘而已，出城后找个荒僻处，干净利落。果然是嫡妃有。既然如此，当杀之而后快。便宜他们了，死得毫无痛苦。说好早起赶路的，谁知道现在还没下来。劳烦小二哥去下等房叫他们起床。姑娘稍后，小的这就去。死人了！3间下房里一共14人，全死了！报官！快去报官！我们竟和这么多尸体住在一间客店里，这地方不能住了。你与死者同行？我自小长于姑苏城内，抚养我长大的嬷嬷说我是宁国公府千金，流落江南。临终前叫我进京寻亲，在昆山偶遇本水员公裴居，走同一条路回的姑苏，发现宁国公府派人来接我，我就跟他们上路了。昨晚吃完饭回房洗澡休息，没再出去过。许多人可以作证，谢姑娘没下楼，而且下等房距离上房很远，也未见有人进出那3间房。你怎么确定他们是宁国公府派来的人？马三自己说的，说是我爹派他来接顺京团聚的。若不是宁国公府的人，他们怎会知道我的身世，还特意来接我进京？他不是宁国公府的人，是郑国公府的。南下是为了抓一个逃奴，接你回宁国公府，乃是无稽之谈。怎么会？难道是我娘派来的？我娘是郑国公府的千金。你是宁国公之女？没错，我爹是宁国公谢峰，我娘是郑国公府千金姓赵，我是他们的第6个女儿。胡说，他们只有5女1子，其中次女早夭，病中人尽皆知。可若儿子是假的，我是真的呢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赵嬷嬷临终前告诉我，当年我娘与郑国公府的姨娘同日生产。傻子才保守身世秘密，闹得人尽皆知才好。既如此，姑娘先回房休息，等确认此案与姑娘无关，姑娘就进京寻亲，千万不要被人哄骗。好。
关于姑娘的身世，我等无法判断真假，也不敢随意插手。但从马三行为举止来看，怕是要杀人灭口，只是自己先送了命。本县上报府尹得到批示后，将派人进京确认马三的身份。姑娘尽快雇几个镖师护送自己。多谢大人，不知他们的马匹行李如何处理？暂由本县收押，等结案后再行处理。马三出钱给我购置的头面衣服呢？那不是姑娘的吗？多谢大人。发了一笔小财，该去找美少年养眼睛了。裴剧，你等着！骗子，说话不算话。出了金陵省再往北，咱们就得小心了。老爷，谢姑娘不是土匪，老爷不用担心她给土匪通风报信。我在姑苏打听过了，确有谢珊珊其人，也确实是才办了路引，前往京城寻亲。我又去她住的地方打听，听说她被京城来的人接走了。京城来的人？听街坊说，她是宁国公府的千金，离开时还坐着一辆华丽的朱轮翠盖车。朱轮翠盖车，老爷，快看，是谢姑娘！裴公子，真巧，咱们又见了。谢姑娘辨得出东南西北了？很遗憾，还是分不清。一路上问过无数人，才沿着官道追上裴公子。裴公子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谢姑娘，请自重。何谓自重？好啦好啦，我一定自重，你别皱眉。谢姑娘，我在。裴公子，方便我搭个伙吗？我们伙食由清风做主。当然可以，先前吃了姑娘的鱼，正愁没有机会回报。啊！谢姑娘一个人吃得完？不是由你们帮忙解决吗？肉和蛋是我早上买的，再放下去就不新鲜了，麻烦你全做出来。全做出来？全做出来。清风手艺真不错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以后？宁国公府的下人没准备厨子跟前跟后。诶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在姑苏采购补戒时听人说的，大家都说没想到会和宁国公府流落在外的千金比邻而居。谢姑娘，那些下人去哪里了？真不是你们特地去打听的？当然不是。笑什么？我没笑。哼，那些人来势汹汹，明显不怀好意，你居然跟他们离开。裴公子在关心我吗？谁关心你了？我是就事论事，十几个大汉接一个姑娘，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居心叵测。他们死了。死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
我知道他们是敌非友，本想把他们的钱财榨干后就溜之大吉，谁知他们都死在精灵客店里了。死得好。谢姑娘身世离奇，马三等人的出现，意味京城中有人不希望谢姑娘进京。得知马三之死后，他们未必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裴公子，我孤身一人，独木难支，孤掌难鸣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恳请公子庇护一二。我一介小小举人，如何庇护于你？凭这个，听说见到奉旨会试的旗子，连土匪都不会上前打劫。谢姑娘高看我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就答应我吗？拜托了，裴公子。好心的裴公子，善良的裴公子，你忍心看着我一个弱女子，在不知幕后主使什么时候再次出手的情况下独自赶路吗？冒险与你同行，与我有什么好处？真是。你把手伸出来。你把手伸出来。做什么？给你好处。你，谢姑娘，在紧要关头，你可别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的废话。怎么回事？听抚养我的赵嬷嬷说，为了能在大舅母生抢表哥的当天生下我，我生母吃了催产药，因而我提前1个月落草，身体比不上瓜熟蒂落的婴童，幼时体弱多病，幸而拜在一位隐士高人门下，传授我一门养生的功夫，练到极致，身强体壮，百病全消。若遇到有缘人，此气入其体，当能修复5脏6腑之损。当真？谢姑娘能治好我们老爷？需要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，只要老爷能痊愈，无论花费多长的时间，都值得。老爷，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好一点？不咳嗽了。谢姑娘大恩，清风没齿难忘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折了我的寿。我小时候流落街头，乞讨为生，是老爷收留我，得以吃饱穿暖。后来给老爷做伴读，老太爷和太太请人教我读书习武，我才有今日。无数江南名医都说老爷活不过20岁，若不是为了给家族改换门田，老爷不会带病进京赶考。姑娘治好老爷，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放心，裴公子神清骨秀，玉质天成，又聪慧无双，老天爷不会收了他，只会赐他长命百岁。何人投诉？金陵省解元裴矩奉旨会考，今夜投诉。这位姑娘是同伴，同行之人可住，不免费。我付钱。咱们还是住客栈吧。附近没有客栈。真没有？谢姑娘，驿站是按照距离沿官道设立，多数在荒郊野外，间隔80里到100里。眼下这间驿站就在荒郊野外。自己明明很有钱，干嘛人手脏乱差？附近没有客栈。你们住哪儿？驿站免费提供给各地举子的是大通铺。大通铺？这怎么行？出门在外，不必讲究。
我已经跟义父说好了，加200钱换一间有2张床的房间。谢姑娘手段不凡，老爷足有半日没咳嗽了，赶明儿进了大城，找个大夫看看，接下来是不是不用吃药了？我认为不用吃，原本就是一些治疗咳嗽的药。还是问问谢姑娘。好。谢姑娘，我们老爷现在还要吃药吗？是药3分毒，既然不咳嗽，那就不要再吃治疗咳嗽的药了。太好了，丸药呢？我们老爷现在吃人参养荣丸。你们老爷只是心肺略康，气血仍虚，该吃还是得吃。最好是到京城后找个高明的大夫看看。听谢姑娘的。裴公子，你真好看。谢姑娘，慎言。裴公子，今晚我们改住客栈好不好？我包食宿，有钱花不完，获得新生就该享受新生。谢姑娘有恩于我，费用何该由我们出？对，谢姑娘千万不要推辞，此后食宿就交给我。行。谢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吩咐？我在姑苏给自己置办冬衣的时候，看到这件斗篷，当时我就想，穿在你们老爷身上一定好看，别人都不配。姑娘给我们老爷送斗篷？对啊。北方极寒，非江南可比，你们老爷心肺之疾才愈合，千万不能受冻，就当抵消我接下来的食宿费用了。多谢谢姑娘。老爷，谢姑娘送了一件斗篷过来。老爷快看，里面的皮毛多浓密多厚实，又轻又软，像雪一样白。老爷今晚不会感到寒冷了。君与胡白球果然是珠联璧合，相映成辉，钱没白花。此乃谢姑娘之功，不胜感激。裴公子天生丽质，可不是我的功劳，我顶多算是锦上添花。鬼天气！我有异能，穿着上等皮衣都觉得冷，普通百姓怎么过？是快到小冰河时期了吗？听前头来京城赶考过的老爷们说，京城极冷，一冬一春，常下3、5个月的雪，今儿算是见识到了。
这就是京城吗？3间连在一起的上铺，暖炕单间，独立火道，炕桌、热水、茶具都齐备，每晚总共1两5钱银子。这些东西都在裴渠和清风面前露过面，不方便藏进空间。等安定下来，得把里面没用的东西清理出来。谢姑娘，我们老爷点了菜，请姑娘到堂上吃饭。来了。谢姑娘，请。裴公子请。明天我去找中人租屋宅吧，1两5在京城可以租1个月的小院子。若公园附近租不到，就租在翰林院附近。是，老爷。为什么不买？本朝太祖规定，任何官员不可在任职之地购买田宅商铺，即使现在买下来，等我做官后也要卖掉。居然有这样的规定，还真有，连家属下人都不能买。老爷不能买，谢姑娘可以。不如谢姑娘买下来出租给我们。别看外表粗犷，心思还挺细。江南一座2间正房带厢房的小院，花费不过30-40银子，即使京城贵1倍，70-80两银子也够买一座了。等我拿回自己的身份后再置产不迟。你要去宁国公府？送上门的不值钱，我要让宁国公亲自来接我。他不想把爵位传给假儿子，就一定会请我这个真女儿回家。需要帮忙吗？多谢你的好意，暂时不用。有什么事不方便自己出面，让清风去办。老爷说的对，谢姑娘尽管吩咐。还真有一件事。姑娘请说。现任宁国公谢峰就是我的亲爹，他膝下有3个儿子，长子谢瑾，其嫡妻赵氏夫人所生，就是14年前和我调包的那个，今年15岁。次子谢瑜是其妾刘氏所生，比谢瑾小2岁，今年13。三子谢恒出自其妾云氏，比谢瑜小2岁。若真相大白，谢瑾不再是宁国公府继承人，爵位将要落在谢瑜身上。姑娘打算从他身上入手。裴公子果然聪明绝顶。哦，不妥。为何？莫若直捣黄龙。谢瑜年仅13，手里可使唤的人料想不多。即使得知谢瑾身世有异，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证据，并到宁国公面前揭穿此事。倒不如直接把消息送到宁国公跟前，事关爵位继承，宁国一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裴公子所言极是，就听裴公子的。听闻赵嬷嬷说，我爹的奶哥哥叫李富，住在宁国公府后街，既爱喝酒赌钱。宁国公公府与王公府府附近没有酒肆赌坊，距离最近的10里街却有。他常去，不走远。你到那里寻访，定能找到他。他下巴长有一颗hin痣，招风耳，身材中等且肥胖，容易辨认出来。不要刻意告知，若在酒肆碰见，你就假装食客；若在赌房碰见，你就假装赌钱。说闲话一样，说你在金陵听见一桩关于宁国公府真假血脉的趣闻。老爷放心，我晓得该怎么办。既然进了京，就该轮到我主动出击了。我家老爷进京赶考，觉得住客栈花费太过，想在宫院附近租个小院，不必很大，但求家具齐全，2-3间正房带厢房，得有做饭养马的地方。这样的独门独院自然有，就是明年是大比之年，行情紧切，租金已经涨上来了，比别处要贵1倍。是多少？春闱结束后租金回落2两银子1个月，春闱前后半年翻倍，须得4两银子，且得押1付1，不得拖延。常有举日老爷与同窗或者好友合租，分担租金。我们老爷爱清静，不与人合租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带我去瞧瞧，先租下来。好。烫一坛子汇泉酒，1碟猪头肉，1碟花生米，再切1条猪河舌，半个水晶冻。好嘞。不愧是京城，比江南贵了不少。我在金陵听到一桩新闻，和京城宁国公府有关，不知你们京城中有没有人听说？什么新闻？差不多1个月前，金陵一家客栈死了14个人，带头的一个说是宁国公府派人去姑苏接他们家姑娘的下人，接到姑娘返程路过金陵，不知怎的，一夜之间全死得无声无息，里外没有一丝伤痕，
也不是中毒，当时就惊动全城，死了14个人，那可是大案。他们接到的姑娘倒没事儿，当地县太爷仔细一盘问，谁知那姑娘自称是宁国公府嫡出的千金，14年前被调包后流落到江南。胡说八道，哪有这样的事儿？小心我把你送到官府里。这件事在金陵可不是秘密，不信派人去打听就知道。那姑娘还说，抚养她的嬷嬷告诉她，她是在镇国公府出生的，镇国公府大房的4哥顶替了她，是她嫡亲的表哥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。哥儿是凌晨生的，她是晚上生的。无稽之谈！镇国公府大姑娘在府里好好的，是不是胡言乱语？你们等明年开春金陵派人进京调查就知道了。死的那些人是以马三为首，谢姑娘以为是宁国公府派去接她的下人，结果县太爷查看录印才知是镇国公府的下人。我有急事找老爷，快给我通报一声。李父，今儿怎么舍得不去吃酒赌钱？老爷，我有要紧事，事关国公府的血脉。进来说话。我不晓得这事儿是真是假，可那外地人言之凿凿，不像撒谎的模样。我思来想去，唯有告知老爷才是上策。赵大姑娘的乳父马三有2个月不在京城了，如今死在金陵，不知那外地人口中的谢姑娘是进了京，还是仍滞留在金陵？意图混淆我谢氏血脉，夺我谢氏爵位，其心可诛。你将那外地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一个字都不准漏掉。李九爷，许下这府长的符函，未来李县等采访的情谊，我怕的算折了。带上人，拿上家伙，把当年的稳婆和太太丫鬟婆子统统捆上带过来。另外，再找到那外地人，我要见他。那外地人和郑中人一块吃酒，我认得，通过郑中人能找到他，倒不急。当年的稳婆是镇国公府给他们大奶奶预备的，记得我娘听人说，凌晨接生了赵大姑娘，晚上接生了咱们府的大爷，洗3时兜了不知多少天盆的黄白首饰回家，此时却不知她是生是死。还有当年跟着太太回娘家的丫头婆子，过了14年，早换的一个不剩，须得细细查访。不管是生是死，总有蛛丝马迹留下。叫上你儿子拿着名册拿人，死的带家人过来，活着的带本人过来。回来。老爷还有什么吩咐？除了瓜果吃食以外，把历年来太太往镇国公府送给赵大姑娘的银东西全部整理成册，交给我。一出一进都有记录，找出来即可。打听到那外地人的住处，先回来告诉我，别惊动他，我亲自走一趟。吩咐前门后门的门房，打从今儿起，除了我外院的人，其他上下人等只许进不许出，违令者直接拿下锁起来，等我处置。是。清风落脚处打听清楚了，他是金陵省上一颗解元宫的书童。就是他了，谢姑娘。请住在你们殿中的谢姑娘下来见面，就说宁国公谢峰在此。宁国，快去叫谢姑娘！哎，谢姑娘说堂上人多眼杂，请国公爷到上房会见。带路。啊！谢姑娘，宁国公到了。你是谢珊珊？不才正是。裴解元身边的清风是你派到李父面前？恭喜宁国公猜对了。为什么不直接登门，反而拐弯抹角的借他人之口，以致消息外泄？笑什么？我笑宁国公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仿佛狗眼看人低的不是你们宁国公府。再说，我是受害者，
我凭什么怕人知道是你宁国公不作为，以致亲生女儿逃亡在外，自己却替别人养儿子？姑娘误会老爷了。是不是误会？不是嘴巴说了算，而是在于行动。万事论迹不论心。宁国公养儿子养了14年，没发现是假的，就是失职。你跟我回府？不回。何故？凭什么？你是我的女儿，你让人把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不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？不就是想回宁国公府吗？宁国公府好稀罕吗？没有你们宁国公府，我也在这14年里顺顺利利的长大了。我是不喜欢别人顶替我的身份过好日子。其实我应该感谢宁国公，宁国公早年救过嬷嬷全家，嬷嬷这才冒险带我潜逃到千里之外。可恶！宁国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？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宁国公一心想纳妾生儿子，时年28的宁国公夫人岂敢铤而走险？我被调换，错共10分，7分在他，3分在你，别觉得自己清白如雪。我乃八公之首，世袭5代不降等，无子继承才是对祖宗的大不孝。是，南丁乡南丁尊贵，南丁才能给你们传宗接代，女儿都是赔钱货。叫我一个赔钱货回宁国公干什么？你必须回宁国公府。是想借我之名让我与谢景、赵明玉各归旁位吧？你既然明白，还有什么理由拒绝？当今世上，除了皇室公主宗室之女，满朝文武百中，谁的女儿比你更尊贵？就这个？什么？与我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1个月前，马三带着10几个亡命之徒来租苏接我，空手而来。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吗？说的什么？我说他没有骏马香车，没有丫鬟仆服，没有金钗玉船，没有锦衣罗裙、轻裘宝带，休想请动本小姐。李父，听到没有？小的听到了，请国公爷发话。你回府里找周嬷嬷，打开我院里的内库房，取出陛下今年才赏下的大红织金翠羽团片白狐披风，再配上10顷缂丝紫貂斗篷与昭君套大风领。我年轻时有条用上次红宝所做的抹额，一并找出带过来。就这些？叫人把大姑娘出钱住的西院上房收拾出来，一应家具陈设、妆帘珠玉皆从我库房里拿。房里配8个大丫头、8个小丫头、8个婆子，头尖耍滑的一概不要。接姑娘回府的马车用4匹高头带马。是。我有3个条件。哪3个？我的终身大事由自己做主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选的女婿必须让我满意。放心，不是才貌双全的歪瓜裂枣，我压根儿看不上。到目前为止，世间只有一个陪居让我感叹造物主的神奇。我只是不希望将来有人利用我的婚姻做文章。第2个条件是什么？我自幼无父母教养，赵嬷嬷又宠我，平时也惯了。宁国府不准用大门出二门不迈的狗屁规矩约束我。爱出门就出门，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，骑马打猎也好，逛街游玩也罢，任何人不得有异议。国公爷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不回去。反正我在外面不愁吃喝，逍遥自在。你会武？不足挂齿，不信？我的武功无人能比。第2个条件，我答应了。
每回出门带足人手即可。你可以说出你的第3个条件了。第3个，谢晋顶替我才得以享受宁国公府继承人的待遇。我要郑国公府补偿我。谢晋在宁国公府吃了多少，用了多少，花了多少，赵明婉从宁国公府拿了多少，一笔一笔的算清楚，全部折成银两送到我手里，1分1厘都不能少。好，这一点最像我和你爷爷，锱铢必较，绝不吃亏。若郑国公府悉心抚养原主长大，促其嫁回宁国公府，2个孩子勉强算得上互不相欠。可谁叫郑国公府大奶奶临时既要又要呢？既有谋害原主之心，就该承受应有的惩罚。先就这些条件，其他的等我想到了再说。你长得像我，脾气更像你爷爷，不讲道理。胡说！本小姐最喜欢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咱们爷俩现在不就正在讲道理吗？我若真的不讲理，您老人家就是捧着金山银山送到我面前，我也不稀罕。好大的口气！尊贵的国公爷，莫非以为这里是宁国公府，该用汝窑柴窑喝明乾龙井？我小时候日子过得十分贫困，赵嬷嬷靠卖针线养活我，略有余钱就请人教我读书识字，临终前只有几十有两银子的路费留给我。若不是激得马三出一大笔钱，恐怕我此时连过冬的衣物都没有。赵嬷嬷当真义士也，她老人家怕累着我，自己躺进准备好的棺材中等死，唯一挂还的就是丈夫陈瑞，儿子虎头。阔别14年，不知是生是死。若还活着，找镇国公府算账时，我替你调来。您先喝茶，我出去一趟。裴公子魂归来兮。谢姑娘打算离开了吗？正是，宁国公亲自来接，我自然要给面子。裴公子若是租下房舍，叫清风到宁国公府递个信儿，必定亲自前去喝暖房酒。好，届时道略相应。宁国公府家大业大，我的小黑和马车就不一起带过去了，恳请裴公子收留自用。多谢姑娘。国公爷，人带来了。手脚利索点儿，伺候你们姑娘更衣。是。给姑娘请安，请姑娘更衣。我看看都是什么？我自己买的那些与这些相比，压根儿不在一个档次，有点缺金球的意思。好东西，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东西。把我的东西收拾好，全部带走。是。原来这才是宁国公府的排场，连马车都用4匹马，车厢上的装饰金光闪闪，不知是不是真金。按本朝规定，朱轮红盖是国公之女的出行车驾，兼以金饰。老爷，谢姑娘走远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好容易才好几日，别又冻着了。照顾好谢姑娘的马。是，老爷。
封建制度之严谨，可见一斑。李父说的不清不楚，只叫我开库房取东西，叫他女儿带人收拾西院，尽捡好东西拿。说国公爷欲接六姑娘回府，没想到六姑娘竟生得这样像老太太和国公爷，我仿佛看到年轻时的国公爷。我见到他也吓了一跳。外头冷，姑娘快回房暖和暖和。有劳嬷嬷。西院位于正院正房之西，在第三进，后门往东有穿堂，直入正院正房。原本是你几个姐姐住的地方，她们都出了门子，往后你住在里面，也不会安排你妹妹住进去。西院归我一个人住，很好。老爷、姑娘，房间已经收拾齐整，请姑娘入内检视，若有不足之处，立刻更改。芍药，六姑娘刚回府，对府里的事情不大了解，叫你婆婆别闲着，明天进来，站在六姑娘身边当差，别让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六姑娘。一早就来。周嬷嬷，六姑娘从小没在我跟前长大，往后缺了什么穿的用的，库房里取用，不必惊动公众。太太过问，该怎么回呢？镇国公府令我亲生女儿流落在外14年，又以甲子冒充我亲子，企图窃取我宁国公爵位。我明天面圣后就去找镇国公府算账，他未必有时间过问。什么？大爷不是国公爷亲生的？正是。太太当年在镇国公府生下的是六姑娘，不是谢瑾。即刻通知府里，任何人不得怠慢六姑娘，否则打一顿，撵出去。是。你先歇着，缺什么只管吩咐下去。知道了，爹。国公爷，派出去的人有消息了。说，陈稳婆14年前失足落水而亡，他儿子2个月前赌博欠债，被讨债的打死了。太太房里的大丫鬟朱渊蒙太太开恩放出去，嫁了个小武官，10几年前跟着戍边，至今未曾回来，不知生死。镇国公府既敢偷龙转凤，就一定会灭掉主事者以外所有知情人的口。这么说，咱们无法找到当时在场之人作证了。所有在场之人都死了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等你儿子回来，叫他继续走访调查。你拿笔墨来，我上本请罪。老爷被蒙骗14年，反要请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治家不严，以至于爵位险些落入外人身上，便是我之过。将来老二若想顺利继承爵位，也得看陛下批是不批。都是些什么事儿？镇国公府赵氏一个都别想轻轻接过。原来六姑娘才是太太亲生的，国公爷亲口说了，谁敢怠慢就打一顿撵出去。都仔细着些，这位王后可怠慢不得。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？回姑娘，我今年17岁，原本是大姑奶奶房里的小丫头。大姑奶奶出阁后，又服侍过3姑奶奶和5姑奶奶。5姑奶奶年初出阁时没带上我，我就留下负责打理西院的大小事务。芍药姐姐选我上来，就是看中这一点，请姑娘赐名。以后你就叫凌霄。
谢姑娘赐名。你白芷、紫苏、杜若、连翘、茯苓、忍冬，单身。谢姑娘赐名。姑娘今日穿戴的那些，周嬷嬷和芍药姐姐说，都是从国公爷库房里找出来的，衣服也是针线房一群人现赶制出来的。姑娘先将就着穿戴，明儿再叫人过来给姑娘量尺寸，做新衣服，打新首饰。跟我说说府里的情况。是。咱们府里原有5位爷，活下来3位，往后只有2位了。2爷名瑜，3爷名恒，和原先的大爷一起住在东院，2位爷分住东西厢房，待遇一样，每人月钱5两，年例50。房里有4个大丫鬟，4个妈妈，8个小丫鬟，外面8个小厮和8个长随，共计36人。国公爷膝下共生了11个姑娘，姑娘排行第6，上面有5个都是太太所生，其中2姑娘早夭，大姑奶奶名瑶瑶，年24；三姑奶奶名林露，年22；四姑奶奶名露露，年20；五姑奶奶名琳琳，年18，均已出阁。抚养我的赵嬷嬷曾说过，我是大房的6姑娘，在府里排行第9。那是老国公今在世时没分家，分家后2老爷3老爷搬出去，就各房论各房的，和我一样，也有你们这些人服侍。姑娘们每人每月2两月钱是一样的，年令20两。房中使唤的丫鬟婆子人数和姑娘不一样。太太，周嬷嬷和李芍药那边开了库房，还打扫西院，安插器具，挑选下人，一样也没来请太太示下。西院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周嬷嬷只说是国公爷的吩咐。国公爷回府了？听说刚回。太太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府里都传开了，国公爷从外面带回一位姑娘，说是14年前被大爷顶替的6姑娘。去西院。太太，夜深风大，我说去西院。是。何人如此无礼？太太来了，还不见礼？原来是我那个狠心将我与谢景调换的亲娘，深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谁是你的亲娘？你以为宁国公府是什么地方？由着你胡编乱造，诋毁当家主母。当家主母，我来了，你这当家主母很快就做到头了。替亲哥哥养儿子，疼亲嫂子的外甥女。赵夫人，你是古往今来第一人，恐怕连普度生的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都要甘拜下风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，那就竖起耳朵听清楚。我谢珊珊才是你当年在镇国公府生下的宁国公府千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胡说！是不是国公爷信了你的鬼话？你现在最应该想的，不是我爹信不信我，而是你该怎么在我爹面前替自己辩解。太太，有意思。姑娘，继续。是。备车！太太，这么晚了，备车！我要去镇国公府。是。太太，外面的人拦着，不许出府。谁敢拦我？是国公爷的令，许进不许出。他连我都要困住。太太，国公爷许是误会了，您先去前院说清楚。去前院。我要见国公爷。太太，国公爷说了不见。让开！让宁国公夫人回去好好想想，等我明天散牙回来，她该用什么样的谎言继续欺我骗我？是。太太，
国公爷请太太回去。李父，你跟老爷说，都是那个小丫头无中生有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是老爷误会我了。太太，国公爷已经掌握充足的证据。都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都是假的！定是有居心叵测之人，故意寻找眉眼有几分像国公爷的丫头，利用我当年在娘家生下锦儿之事，编一篇谎话出来，离间我们夫妻，破坏谢赵两家的姻亲。这些话，太太还是留着明晚跟国公爷说吧。国公爷明日早朝，无暇面见太太。太太，国公爷，这是下午照您吩咐赶着整理出来的账册。赵明玉从咱们府里得的东西记了5册，谢锦花用府里的记了8册。李父，老爷，你带人去东院正房，把赵锦送回镇国公府，包括一纸一笔在内，所有东西全部搬回来清点对账，少了的、用了的，另记一册。我要让镇国公府全部补贴我。是。六姑娘刚回府，恐怕手里没有积蓄，从我库房里取1000两银子，给六姑娘送去先花着，等镇国公府的补偿到手再给她。是。谢家的东西，谁也别想白拿。奉国公爷令。你们做什么？赵公子该回镇国公府了。消息可是真的？周嬷嬷都传到府里了，还能有假？谢锦不是父亲亲生的。明日一早去给六姐姐问好。同行，同行。父亲前儿考做公事时夸我读书读得好，赏我一件乌云豹披风，还有一套上好的笔墨纸砚。笔墨纸砚还没用，全当见面之礼赠与六姐姐。既然弟弟送文房4宝，那我便送羊脂玉佩，那是父亲赏我的生辰之礼。六姐姐刚回来，咱们总得尽一尽做弟弟的心意。出去看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可知我是谁？外面车经架已备，请赵锦赵四爷回镇国公府。李父，你什么意思？赵四爷若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等到了镇国公府，自然有人给您解惑。放肆！我要见父亲！堵住嘴，插出去！跟出去看看。是。进去。二爷、三爷，好几个家丁直接把那位爷塞进一辆黑油马车里，送出府了。真送走了？走，进去看看。给两位爷请安。快3更了，两位爷怎么还不歇息？明天还得上学。听说六姐姐回来了，特意来问问。我们没有见过六姐姐，不知六姐姐喜欢什么，问清楚，明天面见六姐姐时也好送上我们兄弟俩的礼物。不管两位爷送什么，都是心意。六姐姐一路回来，可还安好？六姑娘已安置在西院，国公爷自有安排。既如此，不打扰李管事办差。明日我们再去西院请安。两位爷慢走。一样不许落，包括一针一线，全部搬回国公爷库房。石青锦袍1件，记上了。羊脂玉佩1枚。香龙封好，送库房。老爷，赵锦已送回镇国公府，东院上房所有物品也已全数搬回库房。周嬷嬷和我家的正带人清点登记，一件不许少。是。老爷慢行。
府里的事你盯紧。姑娘昨儿睡得晚，那就等姑娘自然醒。还没醒？还没醒。昨儿发生那么多事儿，睡得又晚。两位爷晨起上学前来了一趟，见姑娘没起，放下礼物就先走了。知道了。白芷，嬷嬷，去针线房叫手脚轻巧、心思细致的小媳妇过来。等姑娘醒了，给姑娘量尺寸，再去找周嬷嬷从国公爷库房里取上等绫罗绸缎和皮子，别的活儿全部放下，先紧着姑娘外面穿的衣裳靴子早早做出来。是。顺道再去一趟金银房，叫蒋老将找周嬷嬷取黄金珠宝，赶紧先给姑娘打2套头面，比着大姑奶奶当年的穿戴。奴婢这就去。再去大厨房，姑娘在江南长大，不见得喜欢京城口味，2地风味的早饭都做出来。是。你们3个针线做得最好，抓紧给姑娘做几套里面穿的衣服，绣鞋、罗袜、荷包、抹额、手帕、手衣这些小物件也都要备上。有料子没有？有，周嬷嬷昨晚就送了几匹上用的料子，针头线脑也齐全。那就好。扫雪的去扫雪，喂鸟的去喂鸟，左右4间耳房都打扫出来。姑娘回府，东西只会越来越多，先收拾出来当库房。总算有了主心骨。姑娘醒了。这一觉睡得不错。奴婢钱家的，给6姑娘请安。姑娘刚回府，衣裳鞋袜都得重新做，先请他们给姑娘量尺寸。给我多做几身男装。是，姑娘。男装方便骑马。姑娘喜欢，便多做几身。姑娘刚回来，我那亲家连夜把赵四爷房里的东西，包括一针一线，都搬回国公爷库房里，又把赵四爷送回镇国公府。国公爷一连5天早出晚归，未必顾得上姑娘。姑娘有什么想吃的、想要的，先告诉我，我一定给姑娘办得妥妥帖帖。姑娘，赵四爷已经被送回镇国公府了。赵瑾被送回镇国公府了？是国公爷下的令。果然打铁全靠本身硬。而且宁国公府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谢峰，赵夫人的意见根本不重要。行，没我什么用武之地了。不过没事，来日方长。昨天我用的手炉不错，姑娘要用，奴婢这就叫人再取。拿一个出来，我要送人。是。再加个精致的角炉，银骨炭和红罗炭各2篓，香饼也备上。送到何处？送到我回来前住的小客栈，交给我在江南结交的友人裴居、裴解元。再凑4样点心。大厨房里有枣泥山药糕、糖蒸酥酪、藕粉桂花糖糕，都做得不错。就这些，热的送去会凉，点心正好。现在是有福同享，他还在客栈里吃苦呢。回来时顺便跟门房打声招呼。姑娘请吩咐。若有裴解元派来的清风给我传信，不得怠慢。奴婢记下了。姑娘慢些。不慢，刚好。我胃口比较大，以后早饭就照今天这样准备，午饭加5成，晚饭比午饭少一点。是，姑娘。姑娘，这是2位爷晨起上学前送来的。哪2位？谢于少爷和谢亨少爷。谢亨少爷送的是文房4宝，谢于少爷送的是羊脂玉佩。谢瑾不是亲生的事，事情一出，2个庶弟坐不住了。尤其是年了谢宇，谁不想直接继承超品的国姑爵位？收起来吧。姑娘不回礼吗？先收着，都是心意。时下爵位，有嫡立嫡，无嫡立庶长。赵夫人没有嫡子，姜太君当然不愿便宜小妇所生的庶子，让赵家的孙子顶进宁国公府，再把赵明苑嫁回来，这样继承宁国公府的仍是他们镇国公府的嫡亲血脉。赵嬷嬷只是林夫人的陪凡，她知道的是林夫人想让她知道的。赵夫人起先未必想到以女换子，真正先动这个念头的人，恐怕不是赵夫人，是林夫人。林夫人暗示赵夫人动心，再去谋之于姜太君。他们顺风顺水14年，直到昨夜。
宁国公府的人敲开了镇国公府的大门。快，先给她梳洗，把我给锦儿备好的衣裳拿来。舅母，李父那赌鬼为何叫我赵锦赵四爷？舅母可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先歇下。可是，先歇下。老太太，锦儿被宁国公府送回来了。李父叫他赵锦，赵四爷，听意思，竟是姑老爷发现锦儿是假的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可能，除了咱们母子姑嫂，当年的知情者都死绝了。若不是被发现，宁国公府怎么会把锦儿送回来？连件衣裳，连双鞋都不叫她穿，冻得脸发青。先别声张，一早打发人去宁国府接妹妹回来问清楚。姑娘，前院传话说镇国公府派人来接太太，徐管事听了李管事的意思，把来人捆住，扣在马棚里了。挺会办事，姑娘可要回话？就先关在马棚里，剩下的事等我爹回来。乔迁之礼该送什么？寻常百姓乔迁送米面油盐柴炭酒水炊具，大户人家则送笔墨纸砚花瓶如意屏风之类。比着这个，给我准备一套。这样的东西得去国公爷库房里找。那就去库房找，再取一个如意，一架炕瓶，一对花瓶，加酒、炭、米、油，凑成8样礼，送给裴解元。他要搬新宅子，总不能空着手。那么漂亮的少年，就该被锦衣玉食包围。是。辛苦诸位跑这一趟。好精致的点心！还是谢姑娘想的周到。等咱们住进租的宅子里，这几篓好炭够公子用很久了。他初回宁国公府，人生地不熟，先给我送东西。谢姑娘心里惦记公子呢。深宅大院，还不知道谢家人怎么议论他欺负他。见过六姐姐，你就是被赵锦顶替后流落在外面的那个。这勒子，哼！你敢打我？对我不敬，一巴掌便宜你了。我喜欢以德服人，武德也是德。九姑娘，先回房叫丫头冰敷一下吧。你就任由我被外人打？九姑娘，在府里诸位兄弟姊妹中，以六姑娘为长。六姑娘训诫妹妹，合情合理。何况姑娘进门未曾向六姑娘行礼，又出言无状。九妹妹，你就听钱嬷嬷的吧。咱们已经见过六姐姐了，先回去。六姐姐，九妹妹年纪小，说话没分寸，你倒是懂规矩。姨娘，那个外来的打我！快拿冰来！我定要告诉父亲，他凭什么一个人霸占西院？先前不是说等吴姐姐出柜后，就将我和七姐姐搬进去吗？那位刚回府，国公爷还得用他
让他和赵锦各归岗位。你这时候招惹他做什么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不急，等国公爷回来，你到国公爷跟前诉委屈，叫国公爷知道，在外面长大的姑娘是久没教养，头一天回府就打骂弟妹。父亲什么时候回府？若和往常一样，得酉时6刻。圣人口谕，宣宁国公谢峰到紫妍殿觐见。赵氏当年生产，陈之亲女被调换出府，这些年养在陈膝下的谢瑾，实为镇国公赵伯元的儿子。是赵夫人知道此事，至少与他脱不开干系，但他一个人无法扫清所有障碍，并解决后患。臣无能，至今无嫡子承系，才叫镇国公府有可乘之机。远山，此事怨不得你，是你忙于公务，不知人心叵测，请罪就不必了。你女儿既然自己找回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自然是各归其位，只各归其位，不让镇国公府担责，怎么可能？这才像你。说说你打算怎么做？朕给你摇旗呐喊，臣已命人算账。赵瑾在宁公国府这些年的花用，剔除昨晚抄回来的金银布匹、陈设古董纸砚书籍，剩下的叫镇国公府还。还有陈府上赠予御一应物品，不管是宫中所送，还是赵氏私下所赠，通通折银已偿。对，理当如此，咱们万万不能吃这个大亏。朕今年出血时，是不是还赏过赵瑾一件舍离孙大氅？有，算上。是，赵瑾历年来从朕这里得到的赏赐，都是朕赏给你儿子的。他既不是你儿子，那就一样不少的还回来。穿过用过的，不能再给别人。叫镇国公府按价折成银子，给你女儿买料子做衣裳，谨遵圣意。宫里的要算，亲友同僚送给宁国公公子子的东西也得算。若不是宁国公府继承人，赵瑾凭什么得那些好处？陛下圣明。说完赵瑾，再说说你那个自己找回来的亲女儿。圣人没有见到，她与臣生得很像，和你像，是脾气秉性，却更像先父。党真，灵心慧性，不让须眉，也很会算账。哼，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，直捣黄龙，必然不是凡俗女子。年下放了假，你带进宫，叫朕瞧瞧。是。张玉，奴婢在。从内档取些金银、锦缎、首饰，再把前进上的那件海龙皮褂子找出来，一并给宁国公带回去，赏给刚找回家的女儿。奴婢遵旨。只是那件海龙皮褂子，陛下前儿还说要赏给宁国公，给他女儿也一样。臣带小女谢陛下恩典。世上多的是只敬衣衫不敬人，你女儿流落在外多年，你这个做爹的把架子给她撑起来，别叫人小看她。臣明白。这是陛下赏你的，这么多，金银、锦缎、首饰都有，还有这件海龙皮褂子。海龙皮，皮货行老板说过，极珍稀，极保暖，价值还在紫貂悬壶之上。好东西，圣人真大方。陛下怕你初来乍到，叫人小看，所以赏这些给你撑架子。圣人英明。昨晚我已经给了你1000两银子。现在圣人又赏了你这么多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爹，说。我的月钱、年例、压岁钱什么时候给我？你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？多了。赵明月从府里得的你要，赵瑾在府里花费的你也要。这2笔钱要回来，比你几个姐姐的嫁妆都多，其中已经包括你应得的月钱、年例、压岁钱。月钱、年例是宫中出钱，又不用开您的私库。只有月钱、年例是宫中出的，压岁钱向来从我私库里走账。凌霄，姑娘，你跟过上面的几个姐姐，五姐姐每年光压岁钱能收到多少？五姑奶奶每年得国公爷给的金银座子各8个，太太给金银座子各1对，二老爷、二太太、三老爷、三太太每人也给金银座子各1对。早些时候，老国公和老国公夫停，给不给？宁国公，我可是你亲生的，给我可不会便宜外人。话说的太早了点儿，一句话，给不给？给。到宫中支616两银子，剩下的去找周嬷嬷，从我私库里取金银垛子各112个，一个都不许多。是国公爷。谢谢爹。满意了？万分满意。
陛下怕你没钱花，又怕别家千金瞧不起你，才赏这么多。若知道你有这份要账的功夫，说不定就收了刚发的善心。爹，又怎么？这就是您老人家的不对了，怎能叫圣人知晓这些微末小事呢？这件真漂亮。陛下给的自然是好东西。圣人赏我这么多，所以呢？我该回礼。陛下富有四海，什么没有？别太小看人。你能拿出陛下没有的东西？有。拿出来我瞧瞧。不拿。你方才不是说有？年下放假，您不是要带我进宫吗？到时候我直接进献给圣人，在此之前不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免得遭人惦记。谁惦记你的东西？那可不好说，毕竟我还没出生，就已经有人谋划取而代之了。镇国公府的账，明日继续算。当然要算，一笔都不能少。姑娘，国公爷，太太房里的翠侄来了。何事？说是太太请国公爷过去一趟。赵夫人终于坐不住了，爹，又想做什么？我也去。我只请老爷。她是我女儿，让我们父女俩听听你是如何狡辩。老爷，老爷真的误会我了，我不知锦儿是假的，又如何会把亲生女儿送出去？不是你换的。真不是，我产后力竭昏迷，万事不知，老爷当时是知道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赵夫人谎话连篇，产后昏迷可以伪装，赵夫人亲口吃下的催产药却不是假。我就是因为提前落草，才导致先天不足。不错，差点被你绕过去了。我原是10年中连续为老爷生孩子，才致身体虚弱，从而早产。因当时生得不顺，才不得不服用催产保命丹。我对前面4个女儿，哪个不是疼到心坎里？又怎会在14年前把亲生女儿送出去，换了别人的儿子回来？不知岳母大人和大内兄、大内嫂知不知道你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他们身上？肯定不知道。想通风报信的人根本出不去。老爷向来英明神武，就这样信了他的鬼话。告知他身世的人一定是我大嫂的人，自然袒护真正的始作俑者，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。再说，我一个出嫁女，怎么使唤娘家所有人帮我瞒天过海？兄嫂都活着，难道不怕他们将来同锦儿说明身世，令我所有心血付之东流？还挺聪明，这些话倒不是全无道理。赵嬷嬷只是下人，下人知道的未必是主子之间真正的决策。你觉得呢？赵嬷嬷是下人，往往奉性行事，主子之间的决策，她不可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她跟我说的话，我信90%，但我身世一定是真的，毋庸置疑。李代桃将不是赵夫人一个人能独自完成的。镇国公府老太和林夫人绝对脱不了干系，或许还有一家之主的相助。很好，你没全信，说明你聪明有决断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是我亲生女儿，这点不会错。我们夫妻25年，一个小丫头说的话你全听全信。14年来你有多疼爱赵明苑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视她如珠如宝，难道不是你以为她是你亲生女儿？老爷误会我了，我对明婉的疼爱源于锦儿。聘内侄女为媳确实出自私心，我只是想和未来儿媳好好培养感情，免得将来出现婆媳矛盾。爹，又怎么？别忘了咱们家给赵明韵的聘礼，务必全要回来。要回来给你？我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唯一的受害者，不该补偿我吗？该。老爷、太太，大舅老爷门外求见。不见。爹，为什么不见？见，必须得见，让他做好赔偿的准备，免得咱们算好了账，他们却拿不出钱。陛下亲自发了话，他们不敢不遵旨。赔偿？什么赔偿？赵明玉从我家拿的，赵景在我家花的，还有刚才说的聘礼，全都得让镇国公府给我吐出。你怎会如此心狠手辣？比不得赵夫人。为了让娘家内侄窃取宁国公爵位，把亲生女儿送出去任人宰割。赵夫人精明一世，就没想过14年前你生下第6胎后，为什么迟迟没有第7胎、第8胎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自己想喽。镇国公府一定很清楚，只要赵夫人在我后面再生个儿子，赵景就绝无可能心继承宁国公爵位。
他们会不会防患于未然呢？不可能！大舅母让心腹陪房把我带去外地溺死，再用他妹妹的女儿代替我，好到宁国公府给她做儿媳妇。远山，莫生气。你们镇国公府让我给你们养儿子，还意图谋害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能不生气？妹夫，没凭没据的，你怎么能胡言乱语？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给你。此事陛下已知，你尽快准备应给我女儿的赔偿。什么赔偿？赵瑾在我宁国公府的所有花费，赵明卫从我宁国公府拿走的东西，还有我宁国公府送去的聘礼。妹夫，锦儿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骗子，仗着眉眼有几分像你，就编谎话骗你，你可不能上当。镇国公，我见你不是听你狡辩，而是通知你，把我宁国公府花2万两银子置办的聘礼收拾出来，再筹备赵瑾和赵明玉在我府中的花费。休沐当天，我亲自去取。爹，带上我。行。妹夫，咱们两家乃是百年之好，不至于为一点小事闹到这般地步，对不对？小事？你以为这是小事？不可原谅。我同你父亲说话，你这个晚辈插什么嘴？你们害我，还不许我为自己鸣不平。苦主讨公道，竟成了苦主的不对。我要不要去敲登文鼓，请文武百官来评一评？你敢？若不好好还钱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他们都不承认，怎么办？不需要他们承认。哎，他们宅子租好了，文昌胡同，明天就搬进去。姑娘，礼物都备好了，再把刚才说的赏赐加上。姑娘待那位裴解元实在周到。裴公子，乔木应声，迁居大吉。多谢姑娘，里面请。谢姑娘，我们老爷一早就等在门口了。裴公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身子弱，咳嗽刚好没多久，别又在寒风里复发。我穿得很厚实，没冻着。快进去吧，我想看看你们的新住处，每个月几两租金？月租4两，押一付一，先租半年。可惜我爹在京中任职，我不能在京中置产，否则一定买个大宅子低价租给你们。于姑娘而言，置产不过微末小事，无需挂怀。不说这个，裴公子，尝尝我特地给你带来的武夷茶。当今陛下赏了好几种茶叶，有2种不能随意送人，就给你带来一样。谢姑娘见到皇帝陛下了？没有，我爹说年下带我进宫面圣，现在是沾了我爹的光，得了很多赏。如此说来，姑娘在宁国公府如鱼得水。当然，没人欺负得了我。裴公子，我爹是宁国公，又是兵部尚书，还颇得圣宠。若京城中有人欺负你和清风，直接报上本姑娘的大名。多谢姑娘。姑娘的话我记下了，以后若有人讥讽我们老爷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老爷是受姑娘庇护的人，已经不同往日了。有人欺负你们老爷？总有人说我们老爷身子弱，是英年早逝的命。清风，嘴碎的人不必理，要是气到面前，也不必忍。听姑娘的。你们老爷是哪里人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们老爷今年18岁，松江府人士。老太爷老太太尚在，上面有2个哥哥和3个姐姐，早已嫁去。听着枝繁叶茂，像是一方大族。倒也算不上，就是寻常人家，以耕织读书为业。上面几代里最高只种过秀才，到老爷这一辈儿才出老爷这样的人才。解元之才可不能说是寻常人才。老爷3年前中了解元，偏又大病一场，没能进京赶考，可惜了。一半种稻米，一半种棉花，只是每年收益都归几位老爷均分，我们老爷分文不取。清风，我来拜见裴兄，有要事相商。我们老爷正在待客，请周老爷改日再来。莫非是哪一位王公府上的贵客？裴公子，不需要你出面。不知府上公是来自宁国公府，姓谢。那我不打扰裴兄了。你和刚才那位关系不好？不好，我不识周元慎，既借举家之力读书进学，又嫌父母兄嫂丢人现眼，还屡次辱骂其妻，不当人看，忘恩负义之辈，裴公子万万不可与之深交。听姑娘的，家中兄长在我来京前私赠纹银30两，托我在京中买几件新鲜花样的首饰，带回去送给嫂嫂和侄女。我不懂此中门道。3日后不行，我要跟我爹去要债。你出手，至少几万两银子，我不亲自收到手里不放心。明日或后日呢？都行，最好后天，正好我也没有什么首饰。
裴公子，再见。再见。